大家好，我是技术人员 Ron。这支影片要分享一下我最近如何在3个月内一个人快速完成一款多人对战卡牌游戏《虚境狂草异域交汇队 Virtual Frenzy Nexus Corp》。原本这支影片是作为游戏企划教学的影片，但写了1万字草稿后，我发现这个专案流程其实不完全适合当教材，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个普遍常见的流程。所以我最后改用经验分享的方式，让大家看看非典型开发流程是怎样跑出来的，而这样子做有怎样的缺点和优点。如果你是独立开发者、小型团队，或是想了解怎么用有限的资源做出能用的作品，那这支影片也许会给你一些实际参考。温馨提示：影片最后会有小小的宣传环节，如果只想看宣传的话，可以按时间轴跳过去。好了，那在开始分享专案之前，我想先讲一下一般团队的开发流程，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理解。为什么我在执行这专案制作上可以在3个月内完成？首先看这张图，一般我们常见的开发流程可以分为4大阶段：前期规划、开发制作、测试修正、上架维护，这是一个基本都会有的流程。当然这是简化版，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细分，如果细分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子。那这边就简单讲一下每个阶段要做的事情。首先前期规划阶段，第一个市场调查与分析，了解目标族群、竞品、流行趋势，确认游戏的市场定位和潜力。第二个开发规划与技术评估，制定开发预算、时程、使用的引擎与工具、团队编制与人力规划等等。第三个撰写游戏设计文件，撰写明确的玩法规格、美术风格、故事架构、系统设计等。然后是开发阶段，第一个游戏雏形，快速建立玩法核心原型，验证设计是否可行、是否好玩。第二个正式开发，根据设计文件进行程式撰写、美术素材制作、界面设计等，搭建基础的系统框架，方便后续内容扩增。第三个游戏内容扩增，顾名思义就是根据框架开始大量新增关卡、角色、剧情、特效、音效等内容，让游戏更加丰富完整。接着是测试修正，第一个游戏测试，透过内部与外部来测试游戏的功能、流程、体验与稳定性。第二个 bug 修正，依据回报的问题来修正错误，进行效能优化与游戏平衡调整。第三个上架前的行销准备，包含行销素材准备、宣传影片、社群预热与发布策略安排等。最后是上架维护阶段，一正式上架，游戏与平台上线，提供玩家下载与游玩。第二个定期更新，推出更新补丁、平衡调整、限时活动、DLC 等。第三个游戏维护与客服资源，监控伺服器的稳定性、玩家留存率，处理玩家的问题与意见，还有 bug 修正。那以上这些就是一个专案基本会有的流程。每个团队或公司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流程，可能根据组织的架构或技术专长不同，会有不同的执行方式，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我在开发这款游戏之前，它是有个缘起的。缘起是因为公司和其他一间公司一起合力参展了2025的暑期漫博活动，那这次主题想定成冒险者主题，并且想延续上次参与 FF 的活动经验，推出实体卡包。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题材其实蛮适合做成卡牌游戏的。虽然当下有提出这样的想法，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真的要做卡牌游戏的话，照正常的流程开发，要在3个月内做出一款卡牌游戏，它的难度跟成本有多高？所以这个想法最初是不打算执行的。不过我后来个人还是蛮想做的关系，就尝试去找了一下方法，发现 Unity SS Store 上有一个完整的 TCG 模板，我就先买下来做专案测试，并且花几个小时认真看完它的文件，架好 server 跟客户端做测试。大概花了半天的时间研究完之后，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是有机会做出来的，所以我就赶快在1个晚上的时间内规划出大致上的开发时间轴、衍生的活动项目，以及希望其他间公司可以协助的项目。那不过游戏开发的部分，因为除了我是游戏公司以外，其他间都不是，所以在规划上就是由我这边来全权负责游戏的开发。那构思好大概的计划之后，就紧急跟其他间公司提出制作游戏的想法。那因为这个游戏的提案基本上都是由我这边出资出人来执行，其他间公司只需要提供 IP 的授权给游戏使用，所以没有太多的意见就同意执行。那这边也先感谢一下参与的公司与其他有参与的 VTuber 愿意提供素材和授权来制作游戏，也特别感谢一下梦想之都跟世纪图在活动官网跟卡牌比赛等其他流程上的协助，让我这边可以专心开发游戏。那回到提案的部分，其实从提案开始，游戏制作就已经算开始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期需要做调查跟专案的测试，这样我们才能掌握游戏的开发规模跟技术瓶颈会在哪里。因为我们在提案的时候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限制开发的规模，避免规格蔓延。这个在开发上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事情，特别是学生或是多个单位合作的专案，很容易出现为了要符合大家的意见而做的各种妥协，导致这个专案根本做不完。那这边有一个常见的状况是，
有些人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只负责提意见，比如说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啊，你这边应该要怎么做才对啊？但实际上他们没有要下来解决问题。所以作为提案者，你必须先做好功课，然后跟他们解释说为什么不这么做。那这时候就会有人问，那如果对方一直想要照他意思做怎么办呢？如果已经客观地解释过为什么不这么做的原因，对方还是坚持的话，我通常就是要求加钱、加人、加时间，你至少付出点什么嘛，不然多出来的损耗要由谁来负责？好了，先回到提案前的准备上。首先我会先综合评估我手边目前的资源，并且列出来。第一个，开发周期只有3个月，并且我手边同时有2-3个专案在跑，那么我1个月大概只能拨出40个小时到60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专案。第二个，开发人力预计只有我一个人处理，所以剩余的素材部分就要委托出去，或用 AI 生成，或购买素材。整体开发上尽量保留核心好玩的部分，剔除不需要的系统跟工作量，降低开发的人事成本。第三个，上架费用、server 费用，还有音乐、音效、特效、素材等费用，预算要抓在2万内。当然，这边费用不包含我个人的人力成本。那手边的资源大致上估算好之后，那就是要限制制作的范围。那这边也可以说明一下我习惯使用的方法，我称之为同心圆理论。这是一个大家规划时很常出现的误区，比如一开始就画一个很大的圆，把一大堆的功能都塞进这个圆内。这样做其实风险非常高，而且会非常容易失去目标。就像这张图一样，你会漫无目标的施工，导致这个圆最终兜不起来。游戏连跑都不能跑，就跟没有酱汁的料理一样，没有试吃的必要。所以一般我会把这些功能依照优先顺序，将每个阶段可以展示的版本画一个圆圈，就像这样子会形成同心圆的样子。如果你有办法画出同心圆，那也就表示你可以预估这个同心圆的完成时间。以我自己来讲，我会习惯把进度以周为单位来做区分，所以这边每个圆圈大概的预估如下：第一圈核心功能，这一圈的功能目的是快速搭建一个可玩的版本，并且可以透过 server 连线了解如何追加卡片，模板的限制是什么。接着开始实装基础卡片的功能，预先上架到 Steam 送审，让各单位可以简单使用 Steam 测试。预估是2到3周的时间内完成，让各家有办法试玩，并且开始构思自己想要卡片类型。第二圈内容扩充，这一圈的目的是在已经稳定的结构下，根据各单位期望的效果去新增卡片。不过卡片效果是有限制的，也不能太过奇特，这点后面会提到原因。除此之外，语音、卡面、特效、音效、UI 等也会在这个阶段去做追加。主要目的就是让游戏内的内容尽量丰富，并且游戏已经具初步可玩的程度。预估是4到6周内完成这些东西。那这个阶段就是大量制作游戏的内容，这个阶段也是工作量最大的时候。完成后就可以提供给玩家游玩，然后可以边做测试边做 bug 和数值的修正。但4到6周的时间内，依照我所可支配的时间来说，工作量其实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在提案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其他方法来降低开发成本，这点后面会提到。第三圈测试修正，游戏完成之后一定会有大量的 bug 跟平衡的问题出现，这边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做修正，其中也包含一点，比如说上个阶段因为各种原因迟交档案，演出还没有做好的部分，都会这个阶段去补完，时间预估是3到4周的时间内完成。那这个阶段其实没什么技巧，就是一直在修 bug， 直到大多数的 bug 被修正，数值达到平衡为止。那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这阶段是最终缓冲的时间，所以所有需要的素材都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内拿到，如果没有拿到的话，就想尽办法去催。当大方向规划好之后，就可以对游戏有初步的了解，该做哪些机制，哪些方向是有限制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提案。那提案的时候，我主要会提出的就是以下几点。第一个，游戏玩法会类似常见的卡牌游戏类型，这点除了因为使用的模板属于通用 TCG 的框架以外，会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为了降低上手的难度。因为卡牌游戏偏向益智策略类的游戏，如果想要用一个全新的游戏机制，并且再设计教学的话，制作时间成本就会提高。那倒不如直接使用已经通用、很成熟的游戏玩法，这样玩家有玩过类似的游戏就会很快上手，即便没玩过，也可能看过类似的游戏。再加上沿用常用的游戏规则，在卡牌能力设计上也会有所参考，这也会降低后期维护跟调整平衡的成本。第二点，以免费 Fan Game 单次活动限定游戏的形式上架，就如同前面提到的，这个游戏会涉及到大量的 IP 授权，那一旦扯到钱，事情就会变得比较麻烦，拿多拿少都会有人有不同的问题，要去调解和协商这些问题，就会花非常多的时间成本，所以干脆就是以这个方向去推行就好，这样才有机会在时间内把东西做完。此外，这样定调还有2个好处，一个是免费游戏对玩家没有成本的负担，就会让玩家有更高意愿去游玩。此外，大多数人对于免费游戏中有 bug 的话，普遍接受度也会比较高，
而单次活动限定游戏就是为了避免过高的品质预期，这样对于一个3个月赶制出来的游戏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定位。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免费游戏不需要花时间处理金流等系统，降低不少工作量，因为这不只是追加系统而已，还要考量到氪金后的强度差别，如果没有人氪金怎么办？这样就会让系统设计变得复杂，只要系统设计的越复杂，后期测试跟维护就会花更多的时间。第三个，放弃 PvE， 全力打磨 PvP 的系统。因为电脑 AI 如果你要写得很聪明，它是需要花不少时间的，而且随着卡牌的数量跟能力增加， AI 的判断也需要跟着做调整，然后花了大量心力去调整 AI， 很有可能玩家打了1-2场打赢 AI 之后他就不打了，再加上卡牌新增之后也需要做反复的调整，有可能导致蜡烛两头烧，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好的状况出现。所以不如就只保留最低程度的 AI 对手，全力去打磨 PvP 的效果，让游戏不要有 bug 比较重要。第四个，素材授权以及卡牌发想。为了让游戏更有趣，所以前期卡牌设计是由各家公司和 VTuber 们来设计自己想要的能力，并且提供牌面跟语音素材。但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玩过卡牌类型的游戏，加上有些能力设计的太 OP 或太天马行空的关系，就会被我直接替换成接近或是符合游戏逻辑的能力。这点在提案的时候就有先一并告知，让大家先有个底，也方便我后续做修改。第四个，各检查点的时间与档案缴交的期限。接续上一点，如果要收集素材的话，就必须依照之前规划时间轴去设定缴交期限。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专案会 delay 就是从设定缴交期限开始。一般我会把时间定在我真正需要素材的前1到2周，原因是因为依照经验法则，大多数的人都会因为各种原因迟交，即便提早说明了，也还是会有这种状况出现。所以第一条死线就起到保命的作用，接着就是不断的发消息催缴，直到最终死线为止。那如果超过最终死线的话，就会直接抛弃相关的卡牌或功能，因为如果继续等，又或是再把时间往后延，那这样子就会造成开发上的效率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变成开发者要扛。那前面这些告知的消息，除了通知以外，也是留作记录，不管他们有没有看到，至少我有公告时间催缴过了，不然我还能怎么样？难道顺着网线过去催缴吗？那以上几点就提案时要注意的部分，基本上要不要让步跟妥协，就看提案者跟他的开发团队能不能接受。因为你只要让步了，那压力就是给到你自己头上，做不出来，不会有人怪当初提意见的这些人，他们只会怪开发者为什么没有把东西做出来。此外，这边补充一点跟提案不相关的部分，因为我是一个人开发的关系，所以开发上需要注意的东西都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就可以省略到繁杂的游戏设计相关文件。这样其实就省略到非常多的功夫，因为如果是团队开发的话，有时候你写了还不见得有人看，看了又不一定看得懂，开会解释也需要解释半天，这样就会很浪费力气。那假设提案完成之后，大家也同意开始立项执行，那回归到开发流程图这边来看，我们上述讲了这么多的部分，大概就已经完成从调查、资源规划到雏形之初的这个阶段，看似花了很多时间，其实它就只发生在这1到2天之内。那接下来的制作期其实反而是最简单的部分，因为这阶段就是大量的新增内容，包含卡牌功能、UI 调整、音乐音效、演出效果追加、文字翻译等等。基本上对于手以上等级的开发者来说，是没有什么技术瓶颈的问题，毕竟都是用模板在开发了，主要是考验开发者对各项功能的综合应用能力而已。不过这边还是可以讲一下我的工作习惯，虽然前面没有说要写游戏设计文件，但基本上我还是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写工作日志。尤其你如果是同时要开发很多专案的人，我会蛮建议做这件事情的。那工作日志我会分成3层，第一层我会以月为单位去设定重要的里程碑，比如这个月要完成什么，有哪些专案要交，有什么重要的会议要执行，都会先记录起来。同时也会回顾上一个月是否完成指定的里程碑。那我这边是用 Google 行事历来做整理的。接着第2层，我每周一开始一定会写一个周记录，包含上周完成的项目是什么，这周要完成的项目是什么，以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接着第3层，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列出今天要完成的工作项目是什么，完成度要到多少。每天工作结束后，确定这些项目是否都有完成。如果没有完成的话，我会写一下原因，比如说临时开会遇到奇怪的 bug 之类的。这样一层一层的叠加下来，就可以快速帮助你进入工作的状态。有时候忙到忘记，还是可以回顾查看一下今天要干嘛，快速找回工作的状态。然后工作记录也是方便每周每个月的总结，确保各项专案都有稳定在轨道上执行。这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同时开发多个专案的话，一定要掌握的小技巧。接着最后的部分，游戏开发完成后一定会有非常多的 bug， 即使你在开发过程中边做边修改，也还是会漏掉 50% 以上的 bug。那这 50% 对于开发者自身来说，他自己是很难发现的。这时候测试跟 bug 修正就很重要，
而我这边的做法是，因为我个人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就尽量提早结束开发期，另外花钱去找人来做内测游戏，先做一次内测，目标就是把 bug 修到剩下 20% 左右，游戏也趋于平衡的状态。接着提早1个月的时间公开游戏，让玩家可以游玩并测试，然后提供可以回报问题的管道，并且在低薪社群内尽量与玩家互动，让玩家更有意愿回报问题。目的就是希望在卡牌比赛前10天以上，让游戏的 bug 跟平衡是最完美的。不过这边也会面临到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刚刚提到时限的问题。因为实际的状况就是，即便我提醒、告知素材提交的时间，还有问题提出的时间点，总还是会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导致进度 delay。比如说最后一版都上了，才有人问我说：“我想改一下文字内容，可不可以？要让他改吗？还是要吧？”这部分我想只要负责过专案统合的人，就一定会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所以最后这段时间就会变成同时要追加新卡片，又同时在修正问题，然后新卡片会衍生出新的问题，又要回头去看哪里出了问题。最忙的时间就是这个阶段。不过好在最后有惊无险把游戏按照进度完成，这边也非常感谢在过程中有持续回报问题的玩家和 VTuber 们，因为有他们才降低我做测试的压力，可以更专心的在游戏开发跟维护上，让游戏的系统可以更加完善。好了，到这边基本上我们就已经讲完这个游戏开发的过程了。你可以从专案中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方法并不适合拿来当教学案例，因为这个专案省略掉非常多的步骤，就像急行军一样，一切以快速达成目标而行动，所以这样的做法会导致有很多隐患。只是我透过提案来限制一些条件，避开这些隐患的问题而已。比如说这样的开发方式虽然速度够快，但它不适合多人团队协作。又比如说使用模板的关系，就会比较难克制特殊的功能，所以就用修改规格的方式来达成。那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公司或团队会用上述常见的流程来执行开发，因为除了慢跟烧钱这个缺点以外，这样的开发流程是经过时间验证后最稳定的，同时能够驱动所有人的方法。这也是因为大多数人只能够专注于眼前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没有把文件写好，他们根本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然后才会需要开会花时间说明review 进度，确认专案再往对的方向前进。越大型的团队在沟通层次成本上就越高。那拿这个专案当作案例，主要就是想分享一点，开发流程其实是可以灵活变动的，但变动的话要有执行能力跟承担风险的能力。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很少有这样的能力，更愿意去扛这样的风险。不过如果你是一名独立开发者或小型团队的成员，我会建议养成这样的能力，因为大多数的新创公司或小团队都会比较倾向走所谓战斗小组的建制，大家都是专业的人，有自身专业的技术以外，也了解其他职位在干嘛，基本上就可以互相 cover 对方工作内容。比如同一个问题，虽然美术可以解，程式也可以解，但大家都知道最优解就是由美术这边去处理。那双方在了解状况下，就简单沟通就可以了，不用在那边解释说为什么这样做比较好，然后谁应该去做，最后还有可能变成2个部门在推来推去的问题。双方都知道问题点的话，这样沟通上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专案推进的速度也会快非常多。但这样的建制最大问题就是人才稀缺，因为大多数的人习惯的工作模式就是你要跟我讲我要干嘛我就干嘛，他们可能只关注眼前的工作就已经竭尽全力了。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你必须先对自己的工作游刃有余，之后才有办法观察其他人在干嘛。那最后总结一下，专案开发的流程是有一定的流程没有错，但这是因为这样的流程是最稳定的，同时能够驱动大量人员的做法，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唯一的解法。如果你是一名开发者，特别是小型团队或独立团队来说，根据客制化调整做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代表你具备对于专案的通透理解，可以透过调整一些做法来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内容。最后来小小工商一下这次卡牌游戏的活动。那先看一下我们公司这次的宣传片，完整版可以到活动网页上看哦。让我看看你的命数吧。唉，不想上班怎么办？希望的光啊，总会照耀这片黑暗的大地。黑夜是我的朋友，而你是我的猎物。真是麻烦，3分钟搞定。血镜狂草、郁郁教会队
Virtual Frenzy Nexus Corp。这是一款跟活动同名的卡牌游戏，是面向 VTuber 的免费游戏，只要到 Steam 上就能下载下来玩。在7月19号到20号会举办该游戏的 VTuber 卡牌比赛，比赛全程会直播，相关连结都放在资讯栏内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此外，7月24号到28号，在2025夏季动漫展 VTuber 特区1229跟1230的位置，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摊位上来看看。活动期间也会有不同的 VTuber 在现场直播，相关的情报也可以查看资讯栏的连结。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内容。最后的最后，也再次感谢这次的协力厂商以及参与的 VTuber 们，还有测试并回馈问题的玩家，因为你们游戏才能顺利的完成，感谢。那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在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